近日，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香港正式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财富中心。要知道，瑞士在全球最大金库的椅子上可是结结实实坐了几十年啊。结果呢，让人惊掉下巴的是，瑞士不是被哪个后起之秀给硬生生挤下去的，他是自己站起来，主动滚到泥坑里去的。大家想想，平时咱们看的那些电影里面的老大跨国大盗搞到钱之后的第一句台词是啥？这是瑞士银行本票。他们说那笔钱明天会存到我的瑞士银行户口里面。我这里有一张瑞士乐思银行的本票，价值3000万美金。几代人下来瑞士两个字它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欧洲小国名字了，它是一个超级符号一个只要把钱塞进去，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动的绝对防御结界。那么问题就来了，瑞士银行凭什么这么牛啊？是因为他们给的利息比别人高吗？是因为他们的服务好吗？纯属扯淡。瑞士银行最核心的竞争力，古往今来只有一个字：信。这个信字可不是嘴上说说的，那是人家真金白银花了几百年硬生生攒出来的。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那个时候欧洲那帮贵族老爷们刚把拿破仑给收拾了，坐在一起分地盘，正式确立了瑞士的永久中立国地位。从那以后欧洲这个火药桶就没消停过，一战打完打二战。可是你看看人家瑞士岿然不动。那当时瑞士的生存法则就是不讲立场，只讲安全，不管黑白，只认真金。你们在外面打你们的仗，我在这里存我的钱。那二战的时候，德国从欧洲各地抢来的黄金，瑞士银行照单全收。不管你是哪号人只要这个钱进了瑞士的地下保险库，人家绝对不问一句你这钱哪来的。这种近乎冷血的中立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简直成了一种救命的稀缺资源全世界的土豪心里都认准了一条死理儿，钱放在哪儿都不踏实，只有放在瑞士的保险柜里，晚上睡觉才能安心。那为了维护这个比命还值钱的信用瑞士人当年也确实下了血本的，他们直接把银行保密法写进了国家法律。你要是哪个银行职员敢在外面多喝2口酒，把客户的信息给吐露出去对不起直接抓进去踩缝纫机。在那种严刑峻法之下，瑞士的银行家们个个练就了一言不发的本事。那就靠着这种变态级别的保密制度到了1997年的时候，光是一个苏黎世手里面捏着的离岸资产就超过了2万亿美元那个时候的新加坡和香港在瑞士面前连个零都算不上，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刚刚学会算账的小学徒。这个王座稳得让人绝望仿佛只要阿尔卑斯山不塌，瑞士的金融帝国就永不落日。但是历史的转折点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2022年的春天，俄乌冲突爆发了，这一下整个西方世界就跟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美国带头，欧洲跟上，对俄罗斯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全面制裁。一时间满世界都在玩封杀那这个时候，全世界的目光，尤其是那些把身家性命全压在瑞士的全球顶级富豪们，全都死死盯着这个中立国。大家都在心里面嘀咕瑞士老哥你几百年都没破过金身，这一次也应该能扛得住吧。结果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把全世界的下巴都给惊掉了。瑞士不仅没有扛住他甚至连个像样的挣扎都没有直接就给美国跪下了。仅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瑞士就亲手把自己供在神坛上几百年那个信字招牌给砸了个稀巴烂。瑞士政府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意想不到的决定，全面冻结俄罗斯央行在瑞士的资产。紧接着瑞士各大银行开始疯狂的翻旧账，把俄罗斯富豪的私人账户一个个的全都给冻结了。各位，冻结了多少钱呢？瑞士官方当时扭扭捏捏的公布了一个数据，说是70多亿瑞士法郎。哎呦喂，你糊弄鬼呢！这只是政府层面披露的冰山一角，水底下到底扣了俄罗斯人多少钱？这成了一个只有天知道的糊涂账。那后来呢，瑞士国家银行被逼得没办法了，自己都承认了，因为处理俄罗斯资产这个事搞得里外不是人，导致他们在2023年度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巨亏。你以为亏点钱就是最要命的吗？大错特错，比账面亏损更恐怖的事情在看不见的地方悄然爆发了。
瑞士这一波操作直接在全世界的富豪圈里扔下了一颗核弹。If you can't trust a Swiss banker, what's the world come to? 那些中东的石油大佬，那些亚洲刚刚发家致富的新钱家族，全慌了呀！哎，你以为这帮有钱人是同情俄罗斯吗？当然不是啦，资本是没有国界的，他们只在乎自己的钱袋子。那这些顶级富豪的逻辑链条啊，相当的简单粗暴。好家伙，你瑞士今天能为了配合美国的政治立场，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直接把俄罗斯人的钱给扣了。那明天呢？如果明天我们国家也跟美国闹翻了，哎，或者我本人惹得西方大老爷们不高兴了，你是不是也要冻结我的账户啊？这个口子一开啊，瑞士银行保密法的根基就相当于被彻底抽干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条文被修改的问题啊，这是比法律更重要的东西。信任的预期彻底崩塌了。你瑞士管了别人几百年的钱啊，大家之所以愿意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你，是因为所有人都相信你会用同一套铁打的规则对待每一笔钱。可是现在呢，你用最赤裸裸的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对不起各位，我们的规则是分人的，你要是跟西方不是一伙的，你的钱在我这儿就不安全。那份冻结令一盖章，全世界的富豪在那天晚上都听到了自己的财富随时可能灰飞烟灭的丧钟啊！在绝对的恐慌面前，没有人会拿自己的真金白银去试探你所谓的底线。于是，一场史诗级的资金大逃亡拉开了帷幕。那后面的故事啊，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又那么惨不忍睹。首当其冲呢，就是那个有着160多年辉煌历史的百年老店瑞信银行。2023年，这家曾经在华尔街叱咤风云的顶级投行直接崩了，最后被他的死对头瑞银集团以30亿瑞士法郎的白菜价给紧急收购了。30亿瑞士法郎是个啥概念呢？这连瑞士巅峰时期账面价值一个零头都不到啊！这就好比你花了200块钱买下一座紫禁城啊！那当时呢，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在那儿洗地，说瑞信破产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风控没做好，经营不善。我可去你的吧！你不能闭着眼睛无视一个最致命的客观事实呀！客户的钱正在以光速逃离瑞士。咱们来看看数据啊，仅仅在2022年第4季度，也就是瑞士刚冻结完俄罗斯资产没多久，瑞信这家银行的资金外流额度就超过了1100亿瑞士法郎。这上千亿美元是谁提走的？绝大部分全部来自中东和亚洲的 VIP 客户。这些头上顶部的家里面有矿的大佬们跑得比兔子还快，他们宁愿交高额的违约金，也要把这个钱连夜从瑞士转走，因为他们心里门清啊，我们不是不再信任瑞信这家银行了，我们是不再信任瑞士这个国家了。那么这犹如惊涛骇浪般的海量财富从瑞士逃出来之后去哪儿了呢？其中最大一块肥肉，最让人眼红那部分，直接跨越了大半个地球，来到咱们中国香港。那对于香港的金融圈来说，这绝对不是什么香港人跑去瑞士街头发传单拉来的，这完全是那些惊魂未定的超级富豪们自己抱着钱箱子半夜敲开了香港大门的。那当时瑞士那些高级银行的经理们一个在私底下急得直掉眼泪啊，抱怨自己只是个被迫的执行者。但是有钱人管你这个吗？有钱人的逻辑简单到冷酷，我不管是谁的错，我只认一个死理，钱放在你那里，你动了一次就可能动第二次，我绝对不会拿我家族几代人拼下来的身家去测试你这个国家的免疫力。所以你看看这场全球离岸财富中心的世纪大更替本质上完完全全是瑞士自己蒙上眼睛，朝自家的球门咣的一脚踢进去的一个史诗级乌龙球。咱们平心而论瑞士走到今天这一步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其实呢也是他自己的一种悲哀他的悲剧就在于他被迫在自己最不应该放弃的信用底牌和残酷的地缘政治之间做了一个2选1的抉择。以前的瑞士中立那是可以拿来卖钱的，交战双方都得给你面子两边都是你的金主，你谁也不得罪。但是现在时代变了，这一套左右逢源的玩法在如今这个剑拔弩张的国际局势下彻底行不通了。美国人在旁边施压，欧盟在旁边盯着，北约的框架直接把瑞士的安全和欧洲捆绑在了一起。瑞士没有军队能对抗大国，也没有独立的大市场能够脱离欧洲，所以当那份制裁名单冷冰冰的拍在瑞士总统的办公桌上时瑞士实际上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了。
瑞士抛弃了自己的信用，不是因为他蠢是因为他真的扛不住了呀。但是市场是残酷的，资本是冷血的，市场永远不会原谅你的扛不住。在离岸财富管理这个行当里信任这玩意儿就像是一件精美的青花瓷，你完好无损的时候价值连城，一旦上面有了一道裂痕，哪怕是你被人逼着砸出来的，对不起它也直接价值归零。现在的瑞士其实肠子已经悔青了，拼命的在国际社会上重新解释他们的中立条款，暗示以后有些制裁不会盲目跟风了。快拉倒吧，破镜还能重圆吗？如今排名更替的速度之所以这么快真不是因为香港的银行柜员天天搞营销活动，而是因为瑞士亲手把自己从全球财富的安全选项里给无情的划掉了。那最后呢，咱们再来聊聊为啥这泼天的富贵偏偏就砸中了咱们中国香港呢？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香港手里死死地攥着一个瑞士曾经拥有的东西，那就是独立的司法体系和雷打不动的资金安全保障。香港的法律体系与国际全面接轨，资金进出绝对自由，没有外汇管制这些硬核的制度基础可不是今天临时抱佛脚搞出来的，这是香港几十年来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金字招牌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在面对全球地缘政治的狂风暴雨时，香港背后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它绝对没有被任何人被任何霸权逼着去政治站队。当资金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追求的早就不是什么高收益了，他追求的是绝对的确定性。当曾经那个最稳的瑞士变成了一个随时可能爆雷的盲盒，香港就成了这个动荡世界里那个唯一闪着金光的确定性。所以呢，这场全球财富中心的大洗牌根本就不是一场马拉松比赛真实的情况是，发令枪还没响，瑞士自己扑通一声宣布退赛了。回首这段历史真是让人感慨瑞士的祖祖辈辈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把信用这两个字深深刻进了全世界有钱人的脑子里。然后呢，在2022年的那个春天，瑞士这帮败家子仅仅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亲手把这两个字给刮了个干干净净。